定位心理学是一本由李斯特劳特 Rice Trout 合著的市场营销经典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市场营销理论，即定位 positioning 理论。这个理论对于企业在市场中塑造品牌形象、吸引目标受众以及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非常关键。以下是定位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定位的定义：定位是一种市场战略，旨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产品或品牌的特定位置。这个位置通常与竞争对手的位置相对立，以便在消费者心中产生清晰的印象。心智地图，书中介绍了心智地图的概念，这是一个用来描述市场上各个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相对位置的工具。企业可以使用心智地图来确定他们的产品或品牌在市场中的位置，并制定战略以改变或巩固这个位置。优势地位，特劳特强调，成功的定位战略需要使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优势地位，这可以通过强调产品的特点、价值主张或与目标受众的关联来实现。目标市场，书中提到，定位策略需要明确的目标市场，不同的受众群体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看法，因此定位需要根据不同市场的特点来进行调整。竞争对手分析，理解竞争对手的定位是制定自己定位策略的关键。通过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与竞争对手区分开的定位。定位的沟通，书中还强调了定位策略的有效传达。一旦确定了定位，企业需要通过广告、宣传和其他市场营销活动来确保消费者真正理解并接受他们所设定的位置。重新定位，如果市场条件或企业战略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定位策略。重新定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仔细考虑与目标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关系。总之，李斯特劳特的定位心理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方法，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以实现在市场中的成功定位。这本书已经成为市场营销领域的经典之一，为企业制定有效的市场战略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在定位心理学中，定位被定义为一种市场营销策略，其核心目标是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产品或品牌的特定位置。这个位置是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思维中的相对位置，而不仅仅是其在市场中的物理位置。以下是对定位定义的详细描述。市场心智中的位置，定位的关键概念是将产品或品牌放置在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上，而不是在实际的地理或市场位置上。这个心智地图是一种想象的工具，用来描述市场中各种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头脑中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可以涉及产品的特性、品牌的声誉、产品的价格范围、与特定需求的相关性等因素，与竞争对手的相对位置。定位的一个关键目标是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企业必须确定竞争对手的位置，然后努力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上找到一个独特的、与竞争对手不同的位置。这有助于消费者更容易地区分产品或品牌，并建立自己的独特印象、独特性和优势。成功的定位战略需要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独特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占据一个空白位置。这个独特性可以基于产品或品牌的特点、品质、创新、历史、文化等方面。定位还需要将产品或品牌的优势清晰地传达给消费者，以确保他们愿意选择它。
满足目标市场需求。定位策略必须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偏好。不同的受众群体可能对产品或品牌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定位时需要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进行调整，以确保与他们的需求和期望相符。沟通和传达。一旦确定了定位，企业需要通过广告、宣传、市场活动和品牌形象来传达这个定位，这有助于确保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所设定的位置，从而加强品牌的一致性和认知度。总之，定位是一项关键的市场营销策略，它不仅涉及到将产品或品牌放置在市场上的某个位置，更重要的是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独特和有吸引力的位置，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同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这个概念在市场营销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帮助企业塑造品牌形象，吸引消费者，并取得竞争优势。定位心理学中提到的心智地图 Mind Map 是一种概念性工具，用于描述消费者在头脑中关于不同产品、品牌或市场的印象和认知。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市场中产品和品牌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关联。以下是对心智地图的详细描述。概念性的图像。心智地图是一种概念性的图像，通常是虚构的，用于表达消费者对不同产品或品牌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地图，而是一个抽象的表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产品或品牌之间的相对位置。产品和品牌的位置。在心智地图上，不同的产品或品牌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这取决于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例如，高端品牌可能会在地图的上部，而经济型产品可能会在下部。这个位置可以基于价格、质量、声誉、品牌形象等多种因素。相对距离和关系。心智地图还显示了产品或品牌之间的相对距离和关系。如果两个产品或品牌在地图上靠得很近，那么消费者可能会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相反，如果它们在地图上距离较远，那么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差异化的或不相关的。消费者认知。心智地图是根据消费者的认知和看法绘制的，因此它们可以因人而异。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在心智地图上给予相同产品或品牌不同的位置，这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市场竞争分析。企业可以使用心智地图来分析市场竞争格局。通过了解消费者对竞争对手的印象和认知，企业可以确定自己的定位策略，以便在市场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位置。定位策略的制定。心智地图是制定定位策略的有用工具，企业可以使用它来确定他们希望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位置，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战略，以实现这个目标。总之，心智地图是一个有助于理解产品和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相对位置和认知的概念性工具。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竞争格局，制定定位策略，并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营销领域中被广泛使用，以帮助企业成功地定位他们的产品或品牌。在定位心理学中，强调了建立产品或品牌的优势地位 （Positioning Advantage） 是成功的定位策略的核心要素。这一概念强调了在市场中确立独特优势的重要性，以吸引消费者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以下是对优势地位的详细描述。独特性。
优势地位首先要求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独特的形象，这意味着它必须与竞争对手不同，提供某种特殊的价值或特点，以使消费者对它产生兴趣。价值主张：产品或品牌的优势地位通常与其独特的价值主张相关，这可能涉及到产品的特点、性能、质量、价格或服务。消费者必须感到选择这个产品或品牌会为他们带来特殊的好处或价值。满足需求。优势地位还需要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偏好。产品或品牌的特点和优势必须与目标受众的需求相匹配，以确保它们真正满足了消费者的期望。品牌一致性。要建立优势地位，品牌一致性是关键。品牌的各个方面，包括标志、广告、宣传、产品设计和客户服务，都必须一致地支持所设定的优势地位。竞争对手对比。成功的定位策略通常涉及将产品或品牌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了解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努力在优势地位上取得优势。传达优势。建立优势地位后，企业需要通过市场营销活动和品牌传达这一优势。广告、宣传和宣传材料应强调产品或品牌的独特之处，以确保消费者真正理解和接受这一优势。不断改进。市场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保持优势地位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企业需要适应市场变化，不断提高产品或品牌的优势，以保持竞争力。总之，优势地位是建立成功的品牌定位策略的关键要素。它要求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独特的、有吸引力的形象，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通过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满足目标市场需求，保持品牌一致性以及不断改进和创新，企业可以建立和维护优势地位，吸引并保留消费者。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在定位心理学中，目标市场 Target Market 是指企业选择的特定消费者群体，将其视为最有可能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群体。正确识别和明确定位目标市场对于成功的市场营销至关重要。以下是对目标市场的详细描述。人口特征和特点。确定目标市场时，企业通常会考虑人口特征和特点，这包括年龄、性别、家庭状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通过了解目标市场的这些特征，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偏好。地理位置。目标市场可以基于地理位置来确定，企业可能会选择特定的地理区域或城市，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有更大的市场潜力，这在特定行业中尤其重要，例如零售业。行为和消费习惯。了解目标市场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也很重要，这包括他们的购物习惯、购买频率、品牌忠诚度以及他们使用产品或服务的方式。这些信息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需求和偏好。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偏好是企业制定产品或服务的关键因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开发产品特点和功能的基础，而了解他们的偏好有助于品牌塑造和市场传达。竞争环境。分析竞争对手在目标市场中的表现也是重要的。了解竞争格局可以帮助企业确定如何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定位策略。目标市场选择直接影响定位策略的制定。企业需要考虑如何在目标市场中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并确保它与目标市场的需求和期望相匹配。市场细分。有时，企业可能选择在目标市场内进行更详细的市场细分，将市场划分为更小的子市场。这可以帮助企业更精确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需求。市场研究。识别和确定目标市场通常需要进行市场研究，这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以收集有关目标市场的数据和见解，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总之，目标市场是企业决定定位和市场营销策略的基础，它涉及到对潜在消费者的仔细研究和了解，以便确保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通过明确地定义目标市场，企业可以更精确地定位自己的产品或品牌，提高市场营销的效果，提高销售和市场份额。在定位心理学中，竞争对手分析是一项关键任务，旨在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竞争格局，确定自己的定位策略，并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以下是对竞争对手分析的详细描述。竞争对手识别。首先，企业需要识别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可能是在同一市场领域经营的其他公司，销售类似的产品或服务。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竞争对手清单，包括他们的名称、规模、市场份额和主要特点。竞争对手的特点。一旦识别了竞争对手，接下来的任务是了解他们的特点，这包括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特点、价格策略、销售渠道、市场地位、品牌声誉以及市场份额等信息。企业需要详细研究竞争对手的营销战略和运营模式，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对于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至关重要。企业需要确定竞争对手在市场上的优势，例如技术领先、品质优越、价格竞争力等，以及他们的劣势，例如客户服务差、供应链问题等。市场份额和增长趋势。了解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和增长趋势有助于企业评估市场的竞争程度。如果某个竞争对手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且增长迅猛，那么可能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来应对竞争。目标市场的重叠。企业需要确定与竞争对手的目标市场是否有重叠。如果目标市场高度重叠，那么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需要更精细的差异化策略。SWOT 分析。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进行 SWOT 分析，即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 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 机会 opportunities 和威胁 threats。这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定位相对竞争优势。基于竞争对手分析的结果，企业可以确定自己在市场中的相对竞争优势，这有助于确定自己的定位策略，以确保产品或品牌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反应和调整。竞争对手分析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市场和竞争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企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竞争策略以适应新的情况。总之，竞争对手分析是市场营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帮助企业了解市场竞争格局，识别机会和威胁，并制定更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通过深入分析竞争对手的特点、优势和劣势，
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定位心理学中，定位的沟通是指将产品或品牌的定位信息有效传达给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的过程。成功的定位沟通可以帮助建立和强化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独特地位。以下是对定位的沟通的详细描述。清晰的品牌信息。首先，定位沟通需要确保品牌信息清晰明了，这包括定义产品或品牌的独特卖点、核心价值主张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消费者必须能够迅速理解为什么选择该产品或品牌。一致性传达。品牌信息必须在所有渠道和媒体上保持一致，这包括广告、宣传、社交媒体、网站、包装设计等。一致的传达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并确保消费者不会受到混淆或矛盾的信息。目标市场定制。不同的目标市场可能需要不同的沟通策略，企业应该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需求来定制定位信息。例如，年轻人和老年人可能对相同的产品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因此沟通策略需要有所调整。使用适当的媒体和渠道。选择适当的媒体和渠道是关键。根据目标市场的习惯和偏好，企业可以选择使用电视广告、社交媒体、印刷广告、电子邮件营销等不同的沟通渠道，确保信息传达到目标受众。故事叙述。故事叙述是一个有力的沟通工具，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的故事和核心价值。企业可以通过讲述品牌的起源、使命、成功故事等来建立情感联系，并使消费者更容易记住品牌。重复和一贯性。定位信息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反复传达，以确保消费者建立起对品牌的持久印象。重复和一贯性有助于品牌信息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席之地。测量和反馈。企业应该定期测量定位沟通的效果，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消费者的反应、市场份额、销售数据等可以用来评估定位策略的成功，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竞争对手反应。企业还应该考虑竞争对手的反应。竞争对手可能会采取行动来反击或调整自己的定位策略，因此需要密切监测市场竞争动态。总之，定位的沟通是一个关键的市场营销活动，旨在将产品或品牌的独特卖点有效传达给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通过清晰的品牌信息、一致的传达、适当的定制和故事叙述，企业可以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并吸引消费者。定位的沟通是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助于实现品牌在市场中的成功定位。在定位心理学中，重新定位是一种市场战略，旨在改变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位置。这通常发生在产品或品牌在市场上遇到挑战或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时候。以下是对重新定位的详细描述。原因和动机。重新定位的动机可以有多种原因，它可能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需要找到一个更明确的市场差异化，也可能是因为产品或品牌的目标市场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定位以满足新的需求。其他原因可能包括品牌形象问题、市场份额下降、产品质量问题等。市场分析。重新定位通常开始于对市场的深入分析，企业需要了解当前市场格局、竞争对手的定位、目标市场的需求和趋势等信息，
这有助于确定重新定位的方向和策略。重新定义目标市场。在重新定位过程中，企业可能需要重新定义目标市场，这可能涉及到针对新的受众群体或更具体的市场细分进行定位。目标市场的重新定义是为了确保重新定位策略能够精确地满足受众需求。重新定位策略基于市场分析和目标市场的重新定义，企业制定重新定位策略，这包括确定新的品牌形象、核心价值主张、产品特点、价格策略等元素。策略可能涉及重新设计产品、改进服务、更改营销信息等。沟通计划。重新定位需要一个强大的沟通计划，以确保新的定位信息有效传达给目标市场。这可能包括广告、宣传、社交媒体活动、品牌重新设计等。沟通计划需要强调产品或品牌的新特点和优势，以便消费者能够接受并理解重新定位。监测和调整。重新定位后，企业需要密切监测市场反应和消费者反馈，这有助于确定重新定位策略的成功程度，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发现策略不起作用或需要进一步改进，就需要采取行动。时间和耐心。重新定位通常需要时间，因为消费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的品牌形象或定位。企业需要保持耐心，并持续致力于传达新的定位信息，直到取得成功。竞争对手反应。重新定位可能会引起竞争对手的反应，企业需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动作，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以维护竞争优势。总之，重新定位是一项复杂的市场战略，通常发生在产品或品牌需要重新定义自己或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时。通过深入的市场分析，重新定义目标市场，重新定位策略的制定和强大的沟通计划，企业可以成功地重新定位自己，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并保持竞争力。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举措，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